5岁的我被重男轻女的奶奶赶出家门，能掐会算的我独自踏上去军区认亲的路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，等着看我这个小叫花子被丢出去。见到那位冷面首长，我二话不说扑上去喊爸爸。谁知这位铁血硬汉竟红了眼眶，连夜全军区宣布这是他失散多年的亲闺女。自打从我能记事起，我脑子里就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往外冒，比如隔壁王大爷家的母驴啥时候下崽，比如村东头李婶子的鸡明天会丢，比如我根本就不是这家的人。这事我算出来1年多了。那天奶奶打我的时候，一巴掌扇在我后脑勺上，我眼前一黑，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一串画面，一个男人抱着娃娃跑得飞快，拐进巷子，7拐8绕，最后把娃娃交给了奶奶。奶奶掏出1沓钱数了数，递给那男人，那男人接过去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又数了一遍，咧着嘴笑了。奶奶抱着娃娃进了门，逢人就说这是他闺女在外头生的，男人没了养不起，送回来给他养。那个娃娃就是我，我那时候2岁，刚会走路。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个家不是我的家，这个天天打我骂我的奶奶不是我亲奶奶，那我的亲人在哪儿？我又算这一算可不得了，我爸是部队的，还是个首长。至于什么是首长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隔壁二狗子他爸当兵，每年回来一次，穿身绿军装，可神气了。二狗子说他爸是班长，管10个人，我心想我爸是首长，那至少得管100个人吧。后来我捡了张报纸，上面有张照片，一群穿军装的人站成一排，最中间那个长得最严肃，站得最直，下面的字写着某某军区首长视察。我把那张报纸藏起来，天天看，看了1个月。那个首长长得像我，眼睛像我，鼻子像我，下巴也像我，就是他了。所以今儿个奶奶把我赶出来，正合我意。他不赶我，我自己也要走的。至于去哪儿，我抬头看看，天雪还在下，但我知道往哪儿走，往北30里地有个镇子，镇子上有汽车站，坐汽车去县城，再从县城坐火车就能到那个军区。问题是我没钱。我低头看看自己光着的2只脚，琢磨着这双脚能不能走30里雪地，应该能吧，反正冻得没知觉了，走断了我也不知道疼。正想着，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，丫头，丫头，你等等！我回头，大伯娘裹着棉袄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追上来，手里拎着双破棉鞋，还有块用油纸包着的什么东西。她跑到我跟前，喘着粗气，把棉鞋往我脚边一扔，快穿上！这么冷的天，光着脚走，你是想死啊？我看看她没动。大伯娘平时也不怎么搭理我，顶多是在奶奶打我的时候，象征性的拦2句。她有自己的闺女要管，哪有心思管我这个外人？愣着干啥？她把棉鞋往我脚上套，你脚都冻紫了，快穿上！我任她摆弄，低头看着她。大伯娘，我忽然开口，你不怕奶奶骂你？她手顿了一下，没抬头。骂就骂吧，还能打死我不成？你为啥对我好？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把棉鞋给我穿好，站起来，把那包东西塞我怀里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我就那么看着她，雪落在她头上、肩上，落在她冻红的脸上。半晌，她叹了口气，低声说：“我那闺女当年要是活着，也该你这么大了。”我心里一动，我知道这事儿。大伯娘头一胎是个闺女，生下来就没了，后来她才生的我那个堂姐。我就是。她吸了吸鼻子，别过脸去，就是见不得孩子受苦。这是2个窝头，还有点咸菜，你路上吃。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别再回来了。说完，她转身就走，脚步匆匆，像是怕被谁看见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忽然开口：“大伯娘，你明年开春，让你男人往东边走，别往西边走。”她脚步一顿，回过头来：“东边有个砖厂招人，西边的煤矿要出事。”她愣愣地看着我，半晌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消失在雪里。我低头看看怀里的油纸包，又看看脚上那双破棉鞋，棉鞋有点大，但暖和。我吸了吸鼻子，迈开步子往北走去。雪越下越大，天也越来越黑。我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只知道身后的村子早就没了影，四周全是白茫茫一片，偶尔有狗叫声远远传来，又很快被风雪吞没。脚上的棉鞋早就湿透了，冻得梆梆硬，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。那2窝头我舍不得吃，揣在怀里贴着肚皮，用体温检着。冷是真的冷，饿也是真的饿，但我不能停，停下来就得冻死，这我算得出来。正走着，前面忽然传来一阵车轱辘碾雪的声音，我抬头看见一辆牛车晃晃悠悠的过来，赶车的是个老头，戴着狗皮帽子，缩着脖子，手里鞭子有一下没一下的抽着。牛车上堆着几个麻袋，麻袋中间蜷着个年轻女人，怀里抱着个孩子，脸冻得发青。老头看见我勒住牛，打量了我2眼。丫头，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往哪儿走？我想了想说：往镇上走。镇上还有10几里地呢，你这小身板走得动？我没吭声。老头看看我的脚，又看看我的脸，叹口气：上来吧，捎你一程。我没动，不是我不领情，是我刚才算了一卦，这老头是个好人，但他车上的那个女人不是好人。那女人见我站着不动，搂紧了怀里的孩子，往麻袋后面缩了缩。我瞥了她一眼，又看了看她怀里的孩子，那孩子睡着了，脸蛋红扑扑的，穿的倒是厚实，跟他妈身上那件薄袄子不太搭。丫头，上不上来？不上来，我可走了。这鬼天气，冻死个人。我收回目光，爬上牛车，挨着麻袋蹲下。老头一甩鞭子，牛车又晃晃悠悠的往前走了。雪还在下，落在麻袋上，落在我头上，落在那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偷偷打量我，我也偷偷打量她。她20出头，长得还算周正，就是眼神飘忽，看人的时候总是躲闪。她怀里那孩子睡得死沉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大的动静，愣是没醒，不对劲。我正琢磨着，那女人忽然开口了：小丫头，你一个人走夜路，家里人不担心？我说没家里人。她点点头，又问：那你这是去哪儿？找我爸。你爸在镇上。我想了想说：
说不在镇上。那在哪？我没回答，他讪讪地笑了笑，没再问。牛车走了，大概半个时辰，远远的能看见镇上的灯火了。老头回头问：丫头，你在哪儿下？我说随便，到了镇上就行。老头点点头，把牛车往镇口赶去。就在这时，那女人怀里的孩子忽然醒了，醒了就醒了呗。可她一醒，张嘴就哭，一边哭一边喊：妈妈，我要妈妈！那女人赶紧捂住她的嘴，低声呵斥：别哭了，再哭把你扔下去。孩子哭得更凶了，我盯着那女人，又盯着那孩子。孩子4、5岁的样子，梳着2个小辫，穿着红底碎花的小棉袄，棉袄上绣着几只小鸭子，针脚细密，一看就是新做的。这孩子长得跟这女人一点都不像。我又看了看那女人，她穿的是靛蓝色的旧袄子，袖口磨得发白，领子也歪了，跟孩子那一身崭新的衣裳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孩子刚才喊的是我要妈妈，不是我要妈妈，和妈妈不一样。我们村里人喊娘喊妈喊妈妈的是城里人。这孩子的口音也不对劲，他哭起来那腔调软软糯糯的，带点南方味儿，跟我们这疙瘩的粗嗓门完全不一样。我心里有了数。牛车进了镇子，在一家车马店门口停下来，老头跳下车，把牛拴在桩子上，回头冲我们喊：到镇上了，你俩下去吧。那女人抱着孩子，手忙脚乱地往车下爬。我忽然开口：阿姨，你这孩子长得真白净，随谁啊？她身子一僵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扯出个笑。随他爸。我点点头，又看了看他怀里的孩子，这孩子睡得真沉，刚才那么哭，现在又睡着了。那女人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了。我接着说：我奶奶以前给我吃过一种药，吃完就睡，睡醒了啥都不知道。她说是安神的，可我总觉得不对劲。那女人脸色刷得白了，她盯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又很快压下去，挤出个笑。小丫头说笑了，我这孩子就是爱睡觉，没别的事。是吗？那她刚才为啥喊我要妈妈？你不就是她妈妈？那女人脸上的笑彻底僵了。旁边的老头本来已经要去给牛喂草料了，听见这话转过身来，狐疑地打量着那女人。那女人往后退了一步，声音发颤：你这丫头胡说什么？我自己的孩子还能有假？我没说假，我说我就是好奇。你看她穿的这袄子，绣的小鸭子，针脚这么细，料子这么软，得花不少钱吧？你看你穿的这袄子，袖口都磨白了，领子歪成那样也没人给你缝，你自己都舍不得穿好的，给孩子穿这么好。那女人脸色煞白，嘴唇直哆嗦，老头眼睛瞪得老大，一步跨过来挡在车马店门口。你这是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是想问问这位阿姨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那女人抱着孩子转身就跑，可她穿着那薄袄子，抱着个孩子，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能跑多快？老头一把揪住她的后脖领子，把她拽了回来。站住！跑啥跑？心虚了是吧？那女人尖叫：你放开我！我喊人了，拐孩子了，有人拐孩子了！她这一喊，车马店里顿时涌出来几个人，有住店的，有店小二，还有掌柜的，都围过来看热闹。那女人见人多了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救命啊！这老头和这丫头拐我孩子，他们想抢我孩子。人群里顿时议论纷纷，老头急得直跺脚。他胡说八道的，是这丫头说这孩子不是他的，我才拦的。所有人的目光唰地转向我，我站在人群中间，个子还没人家腰高，仰着头看着他们。那女人哭得更凶了。你们看，就这丫头，她刚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，挑拨离间，我就说她怎么一个人走夜路，肯定是拐子，故意盯上我这孩子的。人群里有人皱眉，有人嘀咕，有人已经开始用怀疑的眼神打量我。我忽然笑了。阿姨，你说这孩子是你的，那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儿？那女人一愣，哭声卡在嗓子眼里。我往前走了2步，说啊，他叫什么名儿？那女人张了张嘴，憋出一句叫丫丫。那女人额头上冒出汗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丫丫，那他姓什么？他爸叫啥？他家住哪儿？姓张，他爸叫张大山，家住。那女人眼珠子乱转，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人群里安静下来，老头来了精神，扯着嗓子喊：听见没有？自己孩子说不出家住哪儿，你骗鬼呢？那女人恼羞成怒，一咬牙把孩子往地上一放，转身就跑。可她还没跑出去2步，就被几个壮汉按住了。人群里有人喊：报官！这肯定是拐子。孩子被放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哭了。我走过去蹲下来看着他，他哭得满脸是泪，鼻涕都流出来了，可怜巴巴的。我伸手笨拙地拍了拍他，他抽抽搭搭地看着我。半晌，我小声说：别哭了，我帮你找妈妈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忽然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脖子，哭得更凶了。我被他抱得喘不过气来，只能拍着他的后背，由着他哭。旁边老头看着直叹气：这世道，拐孩子的都该枪毙。掌柜的已经去报了官，不一会儿2个穿制服的赶过来，把那女人押走了。临走时，那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恶狠狠的，我当没看见。老头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，满脸复杂：丫头，你咋知道那孩子不是他的？掐指一算。老头愣了愣，忽然笑了：你这丫头倒是有意思。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我怀里那孩子，问：这孩子咋办？我先带着。老头瞪大眼睛：你带着，你自个儿都还是个孩
孩子？我5岁了，老头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半晌，他从怀里摸出几毛钱，塞到我手里，拿着买点吃的。我低头看看那几毛钱，又抬头看看他。他说：“别看我，我没钱，就这么多了。”我忽然问：“大爷，你姓啥？”他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姓周，咋了？”周大爷，你明年开春往北走，别往南走。啥意思？北边有个工程队，缺人，南边的河明年要发大水。他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我抱着孩子转身走进夜色里，雪还在下，但好像没那么冷了。军区的门走了3天，我终于到了。军区的大门比我想象的还要气派，灰色的大砖墩子，铁栅栏门又高又宽，门两边站着2个兵背着枪，站得笔直。我蹲在马路对面的墙角，远远地看着怀里那个孩子。我给他取了个小名叫丫丫，他本名叫什么他自己说不清，只记得家住一个大院子里，院子里有滑梯，有秋千，妈妈每天都给他扎小便。我问他妈妈叫啥，他摇头；问他爸爸叫啥，他也摇头；问他家在哪个城市，他还是摇头。得，啥也问不出来。不过这丫头倒是黏我，这几天我走到哪儿，她跟到哪儿，晚上睡觉就缩在我怀里，像只小猫。这会儿她也蹲在我旁边，顺着我的目光往军区大门那边瞅。姐姐，她小声问：“你爸爸在这儿？”“他怎么不来接你？”我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他不知道我来了。”“哦。”她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他长啥样？”我从怀里掏出那张揉得皱巴巴的报纸，指着上面那张照片：“就这个。”她凑过来看了看，认真的说：“跟姐姐长得好像。姐姐，你咋知道你爸爸在这儿？你也像我一样被坏人抱走了吗？”我扭头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，眼睛又大又圆，亮晶晶的。我想了想，差不多吧。她哦了一声，又缩回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小声说：“姐姐，我也想找我妈妈。”我知道。她看着我：“你能帮我找吗？”“能。”她眼睛亮了一下，又按下去。可是我不知道我家在哪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算。她歪着头，不太明白。我没再解释，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牵起她的手：“走，找爸爸去。”军区门口2个哨兵看见一个穿着破棉袄、灰头土脸的小丫头牵着另一个更小的丫头走过来，立刻警惕起来。站住！其中一个哨兵喝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我停下脚步，仰起头看着他们。我找我爸。那哨兵皱了皱眉。你爸是谁？你们这儿的首长。那哨兵愣了一下，和他旁边的战友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另一个哨兵问：“哪个首长？叫什么名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叫啥，就知道他长得像我。”2个哨兵面面相觑。第一个哨兵板起脸：“小丫头，这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快走！”我没动。我没胡闹，我爸真在这儿。那哨兵不耐烦了，挥挥手：“走，再不走我撵你了。”丫丫被吓得往我身后缩了缩，小手攥紧我的袖子。我没走，我仰着头看着那个哨兵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叔叔，你是不是姓王？老家在山东，家里有个妹妹，去年嫁人了，嫁的是你们村的木匠。”那哨兵愣住了，我接着说：“你妹妹嫁过去的时候，你请了3天假，回去喝喜酒，回来的时候还给你们连长带了你们老家的煎饼，你们连长不爱吃，偷偷给了隔壁班的班长。”那哨兵嘴巴张得老大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旁边那个战友也懵了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咋知道的？”我没回答他，转向另一个哨兵：“叔叔，你姓李，老家在河南，你妈身体不好，老咳嗽，你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。你有个对象在老家当老师，你们准备明年结婚，但你不好意思跟领导开口请婚假。”那个姓李的哨兵脸疼得红了，姓王的哨兵半天才回过神来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我叫宝儿，来找我爸的，我爸是你们这儿的首长。2个哨兵对视一眼，眼神里全是难以置信。姓王的哨兵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去汇报。”他转身跑进门岗，抓起电话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4个兜的军官匆匆走出来，身后还跟着2个人。那军官30来岁，中等个子，长得挺精干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目光里带着审视。“小丫头，你说你来找你爸？你爸是谁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名字，但他长得像我。”旁边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那军官没笑，继续问：“那你从哪儿来？300里地外的刘家庄。”“你一个人来的？”“还有他。”指了指丫丫。那军官看看丫丫，又看看我，眉头皱起来。“你爸妈呢？”“没妈，爸在这儿。”“那你家还有谁？”我说：“有个奶奶，不是亲的，把我赶出来了。”那军官沉默了一下，蹲下来和我平视。“小丫头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军区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。你要是撒谎，那可是要负责任的。”我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：“我没撒谎。”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，旁边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这孩子看着挺机灵的，咋说话这么不着调？咱这儿就那几位，谁家能有这么大的闺女？该不会是附近村里谁家孩子跑这儿来玩，瞎说的吧？”那军官没理他们，继续问我：“你说你爸长得像你，那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”我从怀里掏出那张报纸递给他，他接过去一看，脸色变了。旁边几个人凑过来，看见报纸上的照片，也都愣住了。那照片上的人是他们的司令员霍正廷。那军官猛地抬起头，盯着我，眼神复杂的不得了。你说这是你爸？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去。旁边有人小声说：“不可能吧？霍司令啥时候有这么大的闺女？没听说过。霍司令还没结婚呢，哪来的孩子？这孩子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？”那军官站起身来，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去汇报。”他转身匆匆走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牵着丫丫的手等着。丫丫仰头看我，小声问：“姐姐，你爸爸会见咱们吗？”我说会。为啥？因为他是我爸。丫丫眨眨眼，不太懂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岗里的电话响了，姓王的哨兵接起来，听了几句，脸色变得古怪起来。他放下电话，跑出来，对着那个姓李的哨兵小声说了什么。姓李的哨兵也愣住了，扭头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震惊。很快，那个军官又出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人，有穿军装的，也有穿便装的。其中一个穿着4个兜，肩膀上星星杠杠的，一看就是大官。他们快步走到门口，齐刷刷的看向我。那个大官蹲下来，仔细端详着我的脸，半晌开口问：“小丫头，你叫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叫宝儿。”宝儿，他喃喃重复了一遍，又问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我说：“5岁。”他盯着我的脸，眼眶忽然红了。旁边那个军官小声说：“政委，这孩子……”政委摆摆手，站起身来，深深吸了口气：“开门，让这孩子进来。”我坐在椅子上，两条腿悬空着，晃来晃去。丫丫挨着我坐着，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袖子，紧张的不敢吭声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门被推开，一个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，肩膀上的星星杠杠比刚才那政委还多，腰板挺得笔直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冷硬的气势。可他的眼睛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忽然就软了。他站在门口，定定地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像真像，比报纸上还像。那张脸，那双眼睛，那个下巴，简直跟我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一步步走过来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，他的声音有点抖，问我：“你叫什么？”我叫宝儿。宝儿，他轻轻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眶慢慢红了。宝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这个穿着一身军装，一看就是大人物的男人，当着满屋子人的面蹲在我面前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旁边的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人小声喊：“司令员！”他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别说话。他就那么蹲着，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那么看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用袖子擦了擦脸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下来：“宝儿，爸爸不知道你的存在，爸爸真的不知道。”我知道。他愣了一下：“你知道？你跟我妈分开了，你不知道她怀了我。”他的脸一下子就白了。你妈她在哪儿？我目前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算算。他愣住了，旁边有人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来。他回头瞪了一眼，那人赶紧憋住。他转回头来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复杂的情绪。宝儿，你说你能算出来？我说，他没问为什么，只是点点头说好。那你慢慢算，不急。他又问：“那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跟奶奶过。”奶奶，他的眉头皱起来：“你妈的妈？”不是，是那个买我的奶奶。他的脸一下子沉下来。买你什么意思？我妈生我的时候被人偷走了，偷我的人把我卖给了刘家庄的一个老太太。那老太太不是我亲奶奶，是花钱买的我。他的脸彻底白了，白得吓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被偷走的？我说，他猛地站起来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砰的一声，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。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，赶紧围过来。司令员冷静，您别激动。他喘着粗气，眼睛都红了，像一头要发狂的狮子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说：“爸，你别生气，那个人已经抓起来了。”他愣住了，低头看着我。我说：“来你这儿的路上，我碰见一个拐孩子的女人，她怀里抱着的孩子不是她自己的，我让人把她抓起来送官了。”他呆呆地看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旁边那个政委小声说：“司令员，这孩子刚才在门口还说了我们2个哨兵的家事，说的都对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的不得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慢慢蹲下来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大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颊。宝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让你受苦了。没事，不是你的错。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我伸手笨拙地帮他擦了擦，他一下子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我被他勒得有点喘不过气，但没挣扎。旁边的人都在偷偷抹眼泪。丫丫缩在椅子上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小声说：“姐姐，你爸爸好喜欢你。”我从他怀里探出头，看着他说：“他这才注意到。”丫丫松开我，看向他：“这小姑娘是路上捡的，她也被拐了，我帮她找妈妈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看看丫丫，又看看我，忽然笑了。那笑容里有心疼，有骄傲，还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东西。他伸手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好，爸爸帮你一起找。”那天晚上，整个军区都传遍了，霍司令的闺女找上门来了，传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说那孩子长得跟霍司令一模一样，说那孩子在门口一语道破2个哨兵的家事，说的神乎其神。霍正廷没管那些传言，他让食堂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鱼，还有一大碗蛋花汤。我坐在他旁边，面前摆着一个大碗，碗里堆的冒尖。丫丫坐在我另一边，面前也是满满一碗，吃的小嘴油乎乎的。霍正廷没怎么吃，就坐在那儿看着我，看一会儿，眼眶红一会儿。我吃着，抬头看他：“爸，你怎么不吃？”“爸爸不饿，你多吃点。”“你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”他愣了一下，赶紧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大块肉塞进嘴里。旁边站着的警卫员
员偷偷笑了。吃完饭，他带我去洗澡，澡堂子很大，热气腾腾的。他给我搓背，搓着搓着，手忽然停在我后背上。我回头看见他盯着我的后背，脸又白了。我后背上有很多疤，旧的新的，横七竖八的，都是奶奶打的。他伸手轻轻摸着那些疤，手在抖。是他打的。他问我说，他没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听见他在我身后吸了吸鼻子。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间特别大的房间里，床特别大，被子特别软。他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说，爸，你不睡吗？爸爸不困，你睡吧。你看着我，我睡不着。他愣了一下，笑了，俯下身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好，爸爸不看了，你睡吧。他站起来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是怕我一眨眼就不见了。门关上了，我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睡得最暖和、最安稳的一个觉。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床边了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揉揉眼睛，坐起来。爸，你没睡吗？睡了，刚醒。我看他眼眶底下青黑一片，知道他没说实话。我没戳穿他，丫丫还睡在旁边，全程小小一团，睡得正香。我轻手轻脚下床，他给我拿来一套新衣裳，从里到外都是新的，棉袄是红底碎花的，棉裤是厚实的，还有一双新棉鞋，鞋底纳得密密实实。我穿上新衣裳，站在镜子前看了看，镜子里那个小姑娘，脸蛋洗得干干净净，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。穿上新衣裳，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她站在我身后，从镜子里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笑意。好看，我闺女真好看。我抿着嘴笑了。丫丫醒了，揉着眼睛坐起来，看见我穿着新衣裳，哇了一声：“姐姐好漂亮，你也有。”她果然也给丫丫准备了一套同样红底碎花的小棉袄，穿上跟一对姐妹花似的。吃过早饭，爸爸带我去了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坐着好几个人，有昨天那个政委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。他们看见我进来，都站起来，态度客气得很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把我抱起来，放在腿上。宝儿，你说你能算出你妈在哪儿？能算给爸爸看看吗？我点点头，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开始转。沈清兰，女，26岁，南方人，家里有钱，很有钱。跟我爸认识的时候，他才19，在那边上大学。我爸正好在那边执行任务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处了半年对象，感情好得很。后来我爸接到命令，要调到这边来，临走前跟他约好，等他安顿好了就来接他。可他一走就再也没联系上他，信写了无数封，全都石沉大海，电话打了无数次，永远没人接。他请过假去找他，可他搬家了，学校也退学了，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爸爸不知道的是，他给他写过信，写了很多很多，那些信全被我外婆截下来了。她怀孕了，不敢跟家里说，只能写信告诉他，可那些信全都石沉大海。他以为他不要他了。他生我的时候大出血，差点没命，在医院里有人趁乱把我抱走了。他醒来发现孩子没了，疯了一样的找，可怎么都找不到他，以为这是报应，以为老天爷惩罚他未婚先孕，把孩子收回去了。他病了好长时间，后来他爸妈把他接走，送出国去，改了名字，一待就是5年。去年他才回来，现在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管着好几千号人，身家不知道多少亿。我睁开眼睛，他正紧张地看着我。怎么样？我说我妈在江城。他愣住了。江城？沈氏集团。他的脸一下子就变了，旁边那几个人也都愣住了。政委小声说：“司令员沈氏集团那可是大企业，沈清兰那是大名鼎鼎的女企业家，去年还上过报纸。”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问：“你确定？”我说确定。他的眉头皱起来，眼神里全是复杂的情绪。当年我给他写信，一封都没回。我去找他，他搬走了。我以为他不想见我。信被外婆截下来了，外婆觉得你让妈妈未婚先孕，她觉得你不靠谱，不同意你们在一起。他愣住了，拳头攥得紧紧的。我伸手拍拍他的手背。爸，你别生气，咱们一起去找妈妈。他低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里有心疼，有欣慰，还有一丝丝苦涩。江城离这儿不近，坐火车要1天1夜。他本来想请假送我去，可他是司令员，走不开。最后是他安排了2个警卫员，一个姓赵，一个姓钱，陪着我一起去。丫丫也跟着我，他不肯离开我，我也不放心把他一个人留下。临走前，他蹲在我面前，握着我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：到了那儿，要是找不到人，就给爸爸打电话，爸爸派人去接你。要是找到了，也别急，慢慢说。他要是生气，你就说爸爸对不起他，爸爸错了，爸爸一直在找他。还有，路上要听赵叔叔、钱叔叔的话，别乱跑，别跟陌生人说话。我听着他絮絮叨叨的说了半天，忽然伸手拍拍他的脸。爸，你别担心，我妈会认我的。他愣住了，我说她是我妈，我是她生的，她肯定会认我的。他的眼眶又红了。火车开了很久，丫丫趴在我腿上睡着了，口水流了我一裤子。我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、村庄、城市，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想，我妈长什么样？她会不会不喜欢我？她会不会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新的孩子，不想认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闺女？想着想着，我又摇摇头，不会的，我能算出来，她这5年一直在找我。她不相信孩子没了，她总觉得孩子还活着，总觉得有一天会找到。她办公室的抽屉里压着一张照片，是我刚出生时医院给拍的。那张照片她看了5年，边角都磨毛了。她一定会认我的，一定会。沈氏集团的大楼很高很高，高的我仰起头都看不到顶。我站在楼下，牵着丫丫的手，仰着脖子往上瞅。赵叔叔和钱叔叔站在我身后，也是一脸惊叹。
真气派。钱叔叔说，赵叔叔点点头。沈氏集团那可是大企业，听说资产上百亿。我收回目光，走进去。大厅里很宽敞，地面亮的能照见人影。前台的小姐姐穿着制服，化着淡妆，看见我们进来，微笑着问：“您好，请问找谁？”我说：“找沈清兰。”她愣了一下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我说：“没有。”她的笑容有点为难。对不起，没有预约的话，沈总不见客的。你告诉他我是他女儿，他就会见了。她愣住了，旁边几个路过的人也都愣住了，停下脚步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前台小姐姐愣了好一会儿才问：“您说什么？”我说我是他女儿，5年前被人偷走的那个。大厅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嗡嗡的议论声响起来。女儿，沈总有女儿，没听说过？沈总不是一直单身吗？这孩子在说什么胡话？前台小姐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那。赵叔叔上前一步，掏出证件：“我们是军区的人，这孩子是霍司令的闺女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”前台小姐姐接过证件看了看，脸色变了变，赶紧拿起电话。不一会儿，电梯门打开，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快步走出来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气质干练，一看就是高层管理人员。她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，仔细端详着我的脸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她的眼眶忽然红了。你叫什么？我说宝儿。宝儿。她喃喃重复着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然后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我被勒得有点喘不过气，但没挣扎。旁边的人都看呆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松开我，擦着眼泪站起来。我叫周敏，是沈总的助理，请跟我来。她对赵叔叔说，电梯一路往上停在顶层，电梯门打开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尽头是一扇深色木门。周敏走过去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清冷的女声：“进来。”门推开，我看到了她，她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穿着深灰色的套装，头发挽在脑后，露出一张精致的脸。她长得很美，眉眼和我很像，鼻子也像，嘴巴也像，可她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温度，像结了一层冰。周敏走过去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她的目光转向我，落在我脸上，就那么看着，我也看着她。好一会儿，她慢慢站起来，绕过办公桌，一步一步走过来。她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我仰着头和她对视，她的眼睛里那层冰好像在慢慢融化。她蹲下来和我平视。你叫什么？她问，声音有点哑。我说我叫宝儿。宝儿。她轻轻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眶慢慢红了。她伸手，手指微微颤抖，轻轻抚摸我的脸。你是我女儿。我说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。她伸手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这一次我也伸手抱住了她。旁边周敏在偷偷抹眼泪，丫丫站在一边，仰着头看着我们，忽然咧嘴笑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她才松开我。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，她自己坐在我旁边，眼睛一直看着我，好像怕我跑掉似的。告诉妈妈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？在刘家庄跟一个奶奶过。奶奶？她的眉头皱起来。什么奶奶？买我的奶奶，她从人贩子手里把我买回去的，不是亲的。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。人贩子？她的声音抖起来。你是说你是被人贩子偷走的？我说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她握着我的手，握得很紧，紧的都有点疼了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看好你，让你受苦了。我摇摇头，不是你的错。她吸了吸鼻子，又问，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说算出来的。她愣住了。我能掐会算，我先算出我爸是部队的首长，去军区找到他，然后算出你在江城，就来找你了。她呆呆地看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旁边的周敏也愣住了，嘴巴张得老大。我补充道，我爸叫霍正廷，是军区的司令员。她的脸又变了变，这次是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。霍正廷。她喃喃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神里闪过很多很多东西。我说，我爸一直在找你，他给你写过很多信，都被外婆截下来了。他去学校找过你，可你搬走了，他不知道你怀孕了，不知道我出生了。她听着眼泪流得更凶了。他找了你5年，一直没结婚，一直在等。她捂着脸哭出了声。我伸手拍拍她的后背，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。她擦干眼泪，看着我问，那你爸现在在哪儿？在军区，他走不开，让我先来找你。她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，他好吗？好，就是想你。她的眼眶又红了。旁边周敏小声说，沈总，要不您去一趟，公司的事我盯着。她沉吟了一下，点点头。好，我去。她站起来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看着丫丫，这孩子是路上捡的，他也被拐了，我帮他找妈妈。她愣了一下，看着丫丫的眼神变得柔软起来。好，我们一起帮他找。我们坐的是沈清兰的专车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里面宽敞得很，座位软得像沙发。丫丫趴在窗户上，新奇地看着外面的街景，嘴里叽叽喳喳地喊着，姐姐你看那个楼好高，姐姐你看那个车好大。我靠着沈清兰，她一只手搂着我，另一只手轻轻摸着我的头发。一路上她问了无数个问题，问我爱吃什么，爱玩什么，晚上怕不怕黑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。我一一回答着，她听着眼眶就红了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有保护好你。不是你的错。她吸了吸鼻子，忽然问，你
恨妈妈吗？我抬头看着他，为什么恨？他说妈妈把你弄丢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没弄丢我，是坏人把我偷走的。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我伸手笨拙地帮他擦了擦，他握住我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亲。宝儿，妈妈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说好。火车上他问起当年的事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。我出生后是怎么被偷走的，怎么把我卖到刘家庄，奶奶怎么对我不好的。他听着脸色越来越白，手攥得紧紧的。那个人，那个老太太，她在哪儿？在刘家庄，等你和我爸一起去收拾她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忽然说，当年我写信给你爸，写了很多封，一封都没回。我以为他不要我了。我说他写了，也都被外婆藏起来了，他也以为你不要他了。他愣住了，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我不知道。我握住他的手。现在知道了。他点点头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忽然问，你爸他恨我吗？不恨，他一直在找你。他的眼泪又涌出来，这一次是笑着流的。火车一路向北，窗外田野、村庄、城市飞快地掠过。丫丫玩累了，趴在我腿上睡着了。沈清兰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靠着她的肩膀，也慢慢睡着了。到站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站台上，霍正廷站在那里，穿着军大衣，腰板挺得笔直。他的目光穿过人群，一眼就看到了我们。他快步走过来，脚步越来越快，最后几乎是小跑。沈清兰站在我身边，看着他跑过来，眼眶慢慢红了。他在他面前停下，喘着粗气，看着他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也看着他，眼泪流下来。青兰，他的声音沙哑。他忽然伸手一拳砸在他胸口上，哭着喊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写了那么多信给你，你为什么不回？他任他打着，眼眶也红了。我也写了，一封都没回。我去找你，你搬走了。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以为我不要你了？我怀着你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你？他的眼泪流下来。对不起。他打累了，靠在他怀里，放声大哭。他紧紧抱着他，下巴抵在他头顶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。丫丫揉着眼睛醒过来，看见这场景，懵懵地问，姐姐，他们怎么哭了？他们高兴。丫丫歪着头，不太懂。旁边赵叔叔和钱叔叔默默转过身去，假装看风景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他们才平静下来。他握着他的手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。宝儿，谢谢你。我说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找到爸爸，也帮爸爸找到妈妈。我说应该的。他笑了，伸手把我抱起来，另一只手牵着沈清兰。沈清兰伸手牵起丫丫。我们一家4口往站台外走去，身后赵叔叔和钱叔叔拎着行李跟在后头。夜风吹过来有点凉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回到军区已经是深夜。沈清兰站在霍正廷的宿舍里，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他们年轻时候的合影。他笑得眉眼弯弯，他抿着嘴，努力装出严肃的样子，可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你还留着？一直留着。他转身看着他，眼眶又红了。他走过去，握住他的手。青兰，对不起。他摇摇头，不怪你。他拉着他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这些年，他开口又顿住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接过水杯，捧在手心里，低着头看着杯子里冒出的热气。我一直在找你，我去过你的学校，可你已经退学了。我去过你的老家，可你爸妈也搬走了。我托人打听过，可怎么也打听不到你的消息。他抬起头看着他，我以为你不想见我，我以为你后悔了，后悔跟我这个当兵的处对象。他的眼泪流下来。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他伸手轻轻擦去他的眼泪。我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他握住他的手，贴在自己脸上。我爸妈不同意我们的事，他们觉得你配不上我。我跟你写信，他们偷看过，然后把信藏起来。后来我怀了宝儿，不敢告诉他们，偷偷去医院生。可孩子被抱走了。他的声音抖起来，他把他搂进怀里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我以为老天爷惩罚我，我未婚先孕，丢尽了家里的脸，所以把孩子收回去了。我病了好长时间。后来我爸妈把我送出国，改了命，一待就是5年。他抱紧他，声音沙哑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人贩子的错，是那个老太太的错。他在怀里哭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宝儿说那个老太太是从人贩子手里把她买回去的。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刘家庄那个老太太底细很快就会查清楚。他点点头，靠在他肩膀上。我们会把她找出来的，那些害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我看着他们，悄悄拉着丫丫退出了房间。丫丫仰头问我，姐姐，爸爸妈妈和好了吗？和好了。丫丫咧嘴笑了。那太好了。我牵着她往另一间房走去，走了几步，丫丫忽然问，姐姐，我爸爸妈妈也会和好吗？我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，眼睛里满是期待。会的，我帮你找。她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那晚我睡得很沉，梦里我看到了很多东西。一个男人抱着娃娃跑得飞快，七拐八绕，最后把娃娃交给了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掏出一沓钱，数了数递给那男人。那男人接过去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又数了一遍，咧着嘴笑了。老太太抱着娃娃进了门，逢人就说这是她闺女在外头生的，男人没了，养不起，送回来给她养。那个娃娃就是我。画面一转，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坐在豪华的客厅里，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孩。中年女人板着脸，语气冰冷，我不同意，那个当兵的配不上你。年轻女孩倔强地咬着嘴唇，我不管，
我就要跟他。中年女人冷笑，你要跟他，就别认我这个妈。年轻女孩站起来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不认就不认。她转身跑出去，跑得很快，像是要逃离什么。画面又一转，医院里年轻女孩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护士抱着一个婴儿走过来，恭喜你，是个女儿。她虚弱地伸出手，接过婴儿，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眼泪流下来。宝儿，妈妈给你取名叫宝儿，你是妈妈的宝贝。画面再转，病房里空荡荡的，她醒来伸手去摸床边，空的。她猛地坐起来，四处张望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她尖声喊着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护士跑进来，一脸惊慌，孩子不见了。她疯了一样的跳下床往外冲，可她才生了孩子，身体太虚弱，跑了几步就摔倒在地。她趴在地上放声大哭，我的孩子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我在梦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酸酸的。我想喊她，想告诉她我在这儿，可怎么都喊不出声。我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追，可怎么都追不上她。妈！我终于喊出声来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。沈清兰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眼眶红红的。宝儿，妈妈在这儿。我看着她，好一会儿才从梦里回过神来。她俯下身，在我额头上亲了亲。做噩梦了。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她把我抱起来，搂在怀里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不怕，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靠在她怀里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，心里暖洋洋的。门口霍正廷站在那里看着我们，眼眶也红红的。丫丫从她身后探出脑袋，笑嘻嘻地说：姐姐，爸爸妈妈来看你了。我看着她也笑了。3天后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刘家庄那个老太太本名张翠花，62岁，年轻时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主。她男人死得早，一个人拉扯大3个儿子，可3个儿子没一个有出息的，老大种地，老二打零工，老三干脆连家都不回。张翠花从20年前就开始买孩子，一开始是帮别人买，从中赚点差价，后来干脆自己买下来，养几年再转手卖出去。附近几个村子有不少人家从她手里买过孩子，都以为她是帮人介绍收养的，根本不知道她是人贩子。5年前，她从人贩子手里买了我，花了2000块。她本打算养几年，等我大一点再转手卖出去。可后来她发现我邪门，动不动就能说出些不该知道的事，她害怕了，不敢卖我，又舍不得扔掉，就这么留了下来。可她不白养我，从我3岁开始就让我干活，挨打挨骂。用她的话说，这叫把本钱赚回来。调查的人还查到了当年偷我的那个男人，他叫孙老六，是个惯犯，专门偷孩子卖。这些年他偷了多少孩子，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他有个固定的销赃渠道，专门卖给那些想买孩子的人家。张翠花就是他的老主顾之一。孙老六去年犯了别的事，被抓进去了，现在正蹲在牢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沈清兰的脸色铁青。我要见他。霍正廷点点头，我安排。2天后，我们去了监狱。孙老六被带出来的时候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，瘦高个，三角眼，嘴角有道疤，走路一颠一颠的。他看见我们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嘴笑了。哟，这是来找我算账的。我犯的事多了，你们说的是哪一桩？沈清兰盯着他，目光冷得像刀。5年前，江城第一人民医院，你偷走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婴。孙老六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。5年前的事，我哪记得清？你说是就是呗。沈清兰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。他个子不高，可这一刻，他浑身的气势压得孙老六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。那个女婴是我的女儿，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我女儿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孙老六咽了口唾沫，没敢吭声。你不记得了是吧？没关系，我帮你回忆。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拍在他面前。照片上是我穿着那件破棉袄，瘦瘦小小的，脸上还有淤青。孙老六看着照片，脸色越来越白。这孩子的眼睛啊，像我是吧？当然像我，他是我生的。孙老六的手开始发抖。霍正廷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孙老六抬头看着他，又看看他身上的军装，脸彻底白了。你偷走的那个孩子是我女儿。霍正廷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孙老六的腿一软，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孩子，我就是顺手。你顺手偷走别人的孩子，顺手毁了一个家庭，顺手让一个孩子受了5年罪。你跟我说顺手？孙老六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我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，他忽然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希望。孩子，你帮我求情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他的头低下去，不敢看我。我说，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3岁就开始干活，夏天我没鞋穿，吃饭我只能吃剩的，睡觉我只能睡灶台边。他忽然趴在地上，磕起头来。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人，求你们饶了我！没人理他，狱警把他拖走了。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好。沈清兰牵着我的手走得很慢，走了几步，她忽然停下来，蹲在我面前。宝儿，对不起，妈妈没保护好你。我伸手摸摸她的脸。不是你的错，现在你找到我了，以后保护好我就行了。她一把抱住我，抱得紧紧的。霍正廷站在旁边，伸手把我们俩一起抱住。丫丫也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我们一家在监狱门口抱成一团。路过的狱警看了一眼，悄悄别过脸去。去刘家庄那天是个大晴天，阳光晒得人暖洋洋的，路边的雪都化得差不多了，露出黑黝黝的泥土。霍正廷开的车，沈清兰坐副驾驶，我和丫
丫丫坐后排，车后面还跟着一辆坐着赵叔叔，钱叔叔还有几个穿制服的。刘家庄还是老样子，土路、土墙、土房，远远就能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。车一进村，就引来无数目光，孩子们追着车跑，大人们站在门口张望，狗叫成一片。车在张翠花家门口停下，门虚掩着，院子里传来鸡叫声。我推开门走进去，张翠花正蹲在院子里喂鸡，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来。她看见我愣了一下，随即脸色一变，站起来瞪着我。你咋回来了？我没说话。霍正廷和沈清兰走进来，站在我身后。张翠花看见他们，脸彻底白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啥？沈清兰走上前，看着他，你不认识我，可你认识他。他指着我。张翠花的脸抽搐了一下，强撑着说：我认识他，她是我孙女。孙女？她是你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，你跟我说她是孙女。张翠花的脸色变了又变，嘴硬道：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她就是我亲孙女，是我闺女在外头生的，男人没了养不起送回来的。你闺女在哪儿？叫啥？多大了？住哪儿？张翠花语塞了。沈清兰一步一步逼近她。说不出来是吧？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5年前，你从人贩子孙老六手里买了这个孩子，花了2000块。你本打算养几年再转手卖出去，可后来你发现这孩子邪门，不敢卖了，就留着给你干活。张翠花的脸白得像纸，嘴唇直哆嗦。沈清兰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张翠花往后退，腿一软，摔倒在地。她结结巴巴地说：你咋知道的？沈清兰没回答，只是低头看着她，眼神里满是厌恶。霍正廷走上前，站在沈清兰身边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张翠花抬头看着他，看见他身上的军装，脸又白了几分。我是这孩子的亲爸，部队的。张翠花彻底瘫了。门口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。啥？那孩子不是张翠花的亲孙女？我就说嘛，张翠花对孙女这么狠，原来是买的。这老太太缺德啊，买人家孩子还这么打。那穿军装的是他亲爸，是个当官的。这下张翠花完了。张翠花趴在地上浑身发抖。沈清兰蹲下来看着她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她声音很轻，却冷得吓人。我生下孩子还没来得及多抱抱他，孩子就被人偷走了。我疯了一样的找，怎么都找不到。我病了好长时间，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他，醒来就哭。张翠花低着头不敢看他。沈清兰继续说：我每天都在想我的孩子在哪儿，他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人欺负他，有没有人疼他。我想他想得发疯，想得快要死掉。他的声音开始发颤。而你偷走了我的孩子，让他给你干活，让他挨打挨骂，让他受了5年罪，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？张翠花猛地抬起头，哭喊着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有个孩子，我没儿没女，我想有个孩子养老送终。你3个儿子都活着，你跟我说你没儿没女。张翠花噎住了。沈清兰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。你要是真拿她当孙女，疼她爱她，我今天或许还能饶你。可你是怎么对她的？你拿她当牛马，当出气筒，当赚钱的工具。你还有脸跟我说养老送终？张翠花趴在地上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霍正廷挥挥手，那几个穿制服的走进来，把张翠花架起来。你们要干啥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我没犯法，我花钱买的孩子就是我的。一个制服冷笑：买卖人口，虐待儿童，参与拐卖，你跟我说没犯法？张翠花的脸彻底白了，拼命挣扎起来：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没人理她，她被架着往外拖。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忽然停下，扭头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恐惧，有怨毒，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。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我看着她平静地说：灶王爷上天那天，我跟你说过，他会告诉老天爷你做了什么。她的脸僵住了。现在老天爷来收你了。她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制服们把她拖走了，院子里安静下来，门口围观的村民还在，可没人敢进来，只是远远地看着。沈清兰蹲下来，把我搂进怀里。宝儿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了。我靠在她怀里，点点头。霍正廷走过来，也蹲下来，把我们俩一起抱住。丫丫挤过来，也抱住我们。我们一家4口在张翠花家的破院子里抱成一团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张翠花被抓走后，我们在刘家庄又待了2天。霍正廷让人把张翠花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到了不少东西，一沓沓皱巴巴的钱，几个破旧的本子，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票据。那些本子上记着的是张翠花这些年买卖孩子的记录，哪年哪月从谁手里买了谁，多少钱买的，后来又卖给了谁，卖了多少钱，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霍正廷把这些本子交给了专门的人去查，这些孩子能找回来的都要找回来。沈清兰也让人去查了孙老六的案子，把他这些年偷过卖过的孩子都捋了一遍。丫丫就是其中之一。根据孙老六的交代，丫丫是他2年前从南方一个城市偷来的，那个城市叫什么他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是个挺大的地方，街上人多车多，楼也高。丫丫被偷的时候刚满3岁，正跟着妈妈在公园里玩。孙老六趁他妈妈接电话的功夫，一
一把抱起他就跑。他妈妈追了好久，可孙老六跑得快，七拐八绕的，很快就没了影。后来孙老六把丫丫卖给了张翠花，张翠花本打算养2年再转手，可还没来得及卖，我就把丫丫带走了。听完这些，沈清兰的眉头皱得紧紧的。2年前那孩子的妈妈这2年是咋过的？我没吭声，我能想象得到，丢了孩子的妈妈能咋过？疯了一样的找不吃不喝的找，觉也睡不着，饭也吃不下，满脑子都是孩子，见人就问，见照片就盯，听见孩子的哭声就跑过去看，看见跟孩子差不多大的小孩就发呆。有的人找着找着就疯了，有的人找着找着就死了，有的人还在找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、一辈子。沈清兰握住我的手，握得很紧，我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她也在想，如果她没找到我，她会怎么样？我反握住她的手，轻轻捏了捏，她低头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。妈妈，你找到我了。她点点头，把我搂进怀里。丫丫蹲在一边看着我们，忽然小声问，姐姐，我妈妈也会找到我吗？主，我说会的。丫丫咧嘴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那笑容看得我心里酸酸的。2天后，消息传回来了，丫丫的妈妈找到了，她叫林婉，是江城人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。2年前，她在公园带孩子玩，接了个电话的功夫，孩子就没了。她疯了似的找，贴了无数张寻人启事，跑遍了江城的每一个角落，可怎么都找不到。她丈夫受不了，跟她离了婚。她爸妈劝她说，再要一个吧，日子还得过。她不肯说找不到女儿，这辈子都不罢休。她辞了工作，专门找孩子。她加入了寻亲组织，全国各地跑，哪里有消息就去哪里。2年来，她跑了几10个城市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可还是没找到。直到前几天，有人告诉她，警方破获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子，找到了一批孩子，其中有一个跟她丢的孩子情况很像。她连夜赶了过来，我们是在镇上的派出所见到她的。她瘦得厉害，颧骨都凸出来了，眼睛下面青黑一片，一看就是很久没睡好觉了。她穿着一件旧棉袄，袖口磨得发白，头发随便扎着，有几缕散落下来，也顾不上拢。她一进门就四处张望，眼睛急切地在每个人脸上扫过，然后她看到了丫丫。丫丫正坐在椅子上，晃着2条腿，手里拿着个棒棒糖，舔得津津有味。林婉的脚步顿住了，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看着丫丫，眼泪哗哗地流。丫丫感觉到有人在看她，抬起头往门口看去，她也愣住了，棒棒糖从手里掉下来，啪嗒一声落在地上。她就那么看着，林婉眼睛越睁越大。妈妈，她小声喊，声音怯怯的，像是怕认错人。林婉的腿一软，差点摔倒，她扶着门框一步步走过来，走到丫丫面前蹲下。丫丫，丫丫，是妈妈，是妈妈。她的声音抖得厉害。丫丫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扑过去，一把抱住她的脖子。妈妈，妈妈！她大哭起来。林婉抱着她放声大哭，母女俩抱成一团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旁边的人都红了眼眶。沈清兰靠在我爸怀里，眼泪流个不停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也酸酸的，可更多的是高兴。丫丫找到妈妈了，真好。哭了很久很久，他们才慢慢平静下来。林婉抱着丫丫，舍不得撒手，一边给她擦眼泪，一边自己又流眼泪。丫丫也抱着她，小脸贴在她脸上蹭来蹭去。她忽然想起什么，指着我说，妈妈，是姐姐救的我，姐姐把我从坏人手里救出来的。林婉抱着丫丫走过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看着我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的丫丫。不客气。她看着我，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沈清兰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不用说了，我们都懂。林婉点点头，又看向我，忽然说，你是那个能掐会算的孩子。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她看着我，眼神复杂的很。丫丫跟我说了，说你算出了她妈妈在哪儿，说你带她来找我。我没吭声。她忽然跪下来给我磕了个头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去扶她。阿姨，你别这样。她不肯起来，抬起头，满脸是泪。我找了她2年，我快要找疯了，我快要活不下去了。是你把她送回来的，是你救了我的命。我扶着她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沈清兰蹲下来扶着她起来。起来吧，孩子受不起。林婉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以后你就是丫丫的姐姐，是我的恩人。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我拼了命也给你办。不用，你好好对丫丫就行。丫丫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仰着头看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姐姐，我以后能来看你吗？我说能。她咧嘴笑了，那笑容比什么都好看。张翠花的案子判得很快，买卖人口、虐待儿童、参与拐卖，数罪并罚，判了15年。宣判那天我去了，张翠花被带上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变了样，头发全白了，乱糟糟的披着，脸上沟壑纵横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，哪还有当初那个叉着腰骂街的泼妇样子？她站在被告席上，佝偻着背，眼睛四处乱瞟，像是在找什么人。然后她看到了我，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要说什么。法官在念判决书，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判决书念完，法警把她带下去，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她忽然停下来，扭头看着我。你满意了？她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得像破锣。我看着她没说话。我养了你5年，我给你吃，给你穿，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沈清兰的脸色沉下来，上前一步，想要说什么。我拉住她的手，摇摇头。我走到张翠花面前，仰着头看着她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剩饭、馊粥还是泔水？她的脸僵了一下。
你给我穿的什么？姐姐穿剩下的破棉袄，还是你自己不要的烂布头？他的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你养我，你让我3岁就开始干活，烧火、洗碗、扫地，干不好就打，这就养我。你买我花了2000块，你本打算养几年再转手卖出去，后来你发现我邪门，不敢卖了，就留着给你当牛马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你现在跟我说你养了我5年，他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法警把他架起来往外拖。他忽然挣扎起来，回头冲我喊：你不得好死！你个白眼狼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我没吭声，就那么看着他被拖走。沈清兰蹲下来，把我搂进怀里。宝儿，别听他的。他摸摸我的头。霍正廷走过来，也蹲下来看着我。宝儿，你做得对。我知道。他笑了，伸手揉揉我的头发。旁边丫丫拉着林婉的手，仰着头看着这一切。林婉蹲下来，小声问他：丫丫，那个奶奶是谁？坏人，打姐姐的坏人。林婉的眼神沉了沉，没再说什么。走出法院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空气都新鲜了很多。丫丫跑过来拉住我的手。姐姐，那个坏人会被关起来吗？会关很久。那他以后还能打你吗？不能了。丫丫咧嘴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张翠花的案子判完后，我们在江城待了一段时间。林婉非要请我们吃饭，推都推不掉。她在一家不错的馆子订了包间，点了满满一桌子菜，还专门给我和丫丫买了新衣裳。丫丫穿着新衣裳，在我面前转圈圈，美得不行。姐姐，你看好看吗？我说好看，她又转了几圈，咯咯笑着。林婉坐在一边看着丫丫，眼眶又红了。沈清兰拍拍她的手，小声说：别哭了，孩子找回来了，该高兴。林婉点点头，擦擦眼泪，笑了。霍正廷坐在我旁边，给我夹菜，碗里堆得冒尖。我吃了几口，抬头看他：爸，你怎么不吃？吃，这就吃。他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，又给我夹了一块肉。我看着碗里的肉，又看看他，他瘦了。这段时间，他跑前跑后处理张翠花的案子，联系警方查找其他被拐的孩子，还要兼顾部队的工作，忙得脚不沾地。他脸上带着疲惫，可眼睛亮亮的，看着我的时候总是带着笑。我夹了一块肉放到他碗里，爸，你吃。他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碗里的肉，眼眶红了。沈清兰在旁边看着，抿着嘴笑了。丫丫看见了，也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林婉碗里。妈妈，你吃。林婉的眼泪又下来了，一顿饭吃得又笑又哭的。吃完饭，林婉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，说她这2年是咋过的，说她找丫丫找得有多苦，说要不是我，她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丫丫了。说着说着，她又哭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拍拍她的手。丫丫跑过来扑进她怀里，妈妈不哭，丫丫在这儿呢。林婉抱着她又哭又笑。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林婉家，她和丫丫睡一间房，我们一家3口睡，另一间躺在床上。沈清兰搂着我，霍正廷搂着她，一家3口挤在一张床上，虽然即可暖和，我靠在她怀里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，听着她轻轻的呼吸声，心里安稳得很。宝儿，她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睡着了吗？我说没。她摸摸我的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应该保护好你的。我说不怪你。我翻过身，看着她，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照出她眼角的泪光。我伸手摸摸她的脸，你找到我了，以后保护好我就行了。她点点头，把我搂进怀里。霍正廷也凑过来，把我们俩一起搂住。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们去了沈清兰爸妈家，那是江城最老牌的一个富人区，一栋栋小洋楼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安静得很。车停在一栋3层小楼门口，沈清兰拉着我下了车，门口站着2个人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，一个穿着讲究的老太太。他们看见我都愣住了，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眼眶慢慢红了。这孩子长得像青兰小时候。沈清兰拉着我走过去，站在他们面前。爸妈，这是宝儿，我的女儿，你们的孙女。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，她蹲下来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仔细地看着。宝儿，宝儿，奶奶的宝。我看着她没吭声，她哭了，哭得很厉害。老头站在旁边也红了眼眶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太太才平静下来，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屋。屋里装修得很讲究，红木家具，水晶吊灯，墙上挂着字画。老太太让我坐在沙发上，她坐在我旁边，一直拉着我的手，舍不得放开。老头坐在对面也在看我。沈清兰坐在我另一边，霍正廷站在她身后，气氛有点怪。老头看了霍正廷一眼，又看看沈清兰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：清兰，这些年……沈清兰打断他：爸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老头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轻轻摩挲着：宝儿，这些年你过得咋样？我说还行。他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。奶奶对不起你，奶奶当年……我打断他：不怪你，当年的事我都知道。你们不同意我妈跟我爸处对象，把他们的信藏起来。后来我妈生我的时候不敢告诉你们，孩子被人偷走了。你们以为孩子没了，把我妈送出国。他的眼泪流下来：是奶奶的错，是奶奶不好。我摇摇头：你们也是为我妈好。他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老头也红了眼眶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：宝儿，爷爷对不起你。不怪你们。他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：以后
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孩子，谁欺负你，爷爷给你撑腰。好，那天晚上我们在沈家吃的饭，老太太亲自下的厨，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好吃的都摆上来。老头开了一瓶藏了很多年的酒，给霍正廷倒了一杯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霍正廷赶紧站起来，小霍，当年的事是我老头子糊涂，我敬你一杯，赔个不是。叔，您别这么说，该赔不是就得赔不是。你跟我闺女的事是我拦着不让，我嫌你是个当兵的，配不上我家闺女。可我忘了，当兵的也是人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。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霍正廷也干了。老头又倒了一杯，看着我，宝儿，爷爷敬你一杯。我喝不了酒。他笑了，那就以茶代酒。老太太给我倒了杯茶，我端起来跟老头碰了一下，老头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。好孩子，是个好孩子。那顿饭吃了很久很久，吃完饭，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在客厅里说话。她说起沈清兰小时候的事，说她小时候多调皮多可爱，说她和霍正廷当年的事，说她后来有多后悔。说着说着，她又哭了，我给她擦擦眼泪。奶奶，别哭了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她点点头，把我搂进怀里。宝儿，以后常回来看看奶奶，好不好？我说好。她笑了笑的眼泪又流下来。从江城回来后，我们的生活慢慢安定下来。霍正廷还是忙，部队的事一大堆，可不管多忙，他每天晚上都会回来陪我吃饭。有时候回来得晚，饭菜都凉了，他就让炊事班热一热，一个人坐在桌边吃，我在旁边陪着他。沈清兰在江城和军区之间两头跑，公司的事放不下，可他又舍不得离开我，就在军区附近租了个房子，每周在江城待2-3天，剩下时间都陪着我。丫丫跟着林婉回了江城，可他天天念叨我，林婉就每周带他来看我，两个小家伙一见面就黏在一起，玩得昏天黑地。丫丫还认了我当干姐姐，非要叫我宝儿姐姐，我说你直接叫姐姐就行，他非不干，说干姐姐也是姐姐，得叫清楚，随他吧。日子就这么过着，平淡却暖和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那天晚上张翠花没把我赶出门，我现在会在哪儿？大概还在那个破院子里蹲在灶台边，捧着半碗凉粥，听着堂屋里的笑声吧。可他没有，他把我赶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坐在这儿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爷爷奶奶，有丫丫这个妹妹，有那么多的人疼我爱我。有时候想想还真得谢谢他。当然这话我可不会当着他的面说，他现在在牢里还有14年要蹲，听说他在里面过得不太好，天天跟人打架，3天2头关禁闭。我听了没吭声。沈清兰问我，宝儿，你想去看看他吗？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不想去。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其实我不是不想去，是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，说他活该，说他罪有应得，这些话不用说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他确实对不起我，可说了又有什么用？他能赔我什么？赔我这5年的苦，赔我挨的那些打，赔不了，所以不说了。有些事不说比说好。有一天，沈清兰忽然问我，宝儿，你那算命的本事是咋来的？不知道，天生就会。他看着我，眼神有点复杂。那你能算出以后咱们家会咋样吗？我闭上眼睛想了想，然后我睁开眼笑了。咋样？他问我说，好，特别好。他愣了一下，也笑了。霍正廷从外面进来，看见我们俩在笑，问笑啥呢？沈清兰说，宝儿说咱们以后会特别好。他走过来，把我们俩一起搂住。那当然，有你们在，肯定特别好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暖洋洋的。是啊，特别好。后来的事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爸爸和妈妈补办了婚礼，很热闹，来了好多人。丫丫和我当的花童，爷爷奶奶从江城赶来，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又哭又笑。婚礼上，爸爸给妈妈戴戒指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，戒指差点掉地上。妈妈笑着骂他没出息，可自己眼泪也流下来了。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，心里想，这就是我爸妈，真的挺好的。那之后，我们又帮好几个被拐的孩子找到了家，有从张翠花那本子上查出来的，有从孙老六的案子里捋出来的，也有自己找上门的，能帮一个是一个吧。毕竟我知道丢孩子的爸妈有多苦。丫丫的妈妈后来加入了寻亲组织，专门帮人找孩子。她说她找丫丫那2年吃了太多苦，知道那是什么滋味。现在自己找到了，就想帮别人也找到。腊月23，小年1年前的今天，我被张翠花赶出门，光着脚踩在雪地里，一步一步往村口走。1年后的今天，我坐在军区大院的家里，面前摆着一桌子菜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丫丫和林婉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。窗外飘着雪，和去年一样大，可屋里暖得很，暖气烧得足足的，穿着薄毛衣就够了。爸爸给我夹菜，妈妈给我盛汤，奶奶给我剥虾，爷爷给我倒饮料，丫丫坐在我旁边，吃得满嘴油光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想起去年今天站在雪地里，回头看张翠花家门口那盏灯，那时候我想，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盏灯是为我亮着的。现在有了，不只有一盏，有好几盏，爸爸的、妈妈的、爷爷奶奶的、丫丫的、林婉的，那么多盏灯都为我亮着。我端起饮料站起来，爸妈、爷爷奶奶、林姨，谢谢你们。他们都笑着看着我。爸爸说，谢啥？一家人不说谢。妈妈说，就是，快坐下吃饭，菜凉了。奶奶说，宝儿，快坐下，奶奶给你剥的虾，趁热吃。急。爷爷说，好孩子，爷爷敬你一杯。丫丫也站起来，举着杯子喊，我也敬姐姐。林婉笑着摸摸她的头。我坐下来喝了一口饮料，甜丝丝的，一直甜到心里。窗外的雪还在下，可我不觉得冷，因为我知道从今往后每一个冬天都会是暖和的，因为我有家，有爸爸妈妈，有那么多爱我的人，这就够了，真的够了。